一名苏丹士兵拿刀戳着沙地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突然，沙子漏了下去，他兴奋地大叫，众人扔下铁锹狂奔过去。一群人围在一起刨沙子，众人掀开沙子下的木板，沙漠中的一口枯井出现在眼前，但是下面并没有水的迹象。为了不放弃这最后的希望，老黑下去查看，发现下面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。就在绝望之际，他似乎闻到了什么，一股潮湿的气息。他摸索着井壁，终于发现有水滴滴落，虽然水量很小，但是好歹有水。他急忙让队友扔下水，队友赶忙把手中的瓶盖扔了下去。老黑捡起瓶盖，把手心里的水倒了进去，然后贪婪地舔着手掌，一滴都不敢浪费。然后队友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水。几个小时后，老黑终于接满了2壶水。这个苏丹士兵名叫老黑，来自东部战队，他的部队遭遇德国坦克全军覆没，逃跑路上抓了个意大利战俘给自己扛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黑对这一带的沙漠很熟悉，知道附近哪里有水。根据老黑的说法，距离这里大约30公里处有一口水井，以前商队们经常在这里取水。听了这话，大家都十分的高兴，立刻让老黑爬上坦克带路。此刻，意大利俘虏显然是个累赘，中士决定把他丢在这里，说不定还能遇到他的德国兄弟。但意大利人并不傻，求爷爷告奶奶也要继续做俘虏。他知道，如果没有这群士兵，等待着他的只有死亡。有人建议干脆毙了他，但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国家的士兵，中士还是给了这名俘虏一些水，然后他们就乘坐坦克离开了。这名俘虏不肯放弃，一路蹒跚着追着坦克的印记前进，不知走了多远，终于体力不支摔倒在地上。最后，中士心软了，他命令坦克停下，随后冲着那名俘虏招了招手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意大利俘虏可以跟他们一起前进。但是就连中士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一个小小的善举，居然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。1942年7月，北非爆发了著名的阿拉曼战役，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，在第2次挺进埃及时被盟军所阻挡。激烈的战斗中，中士驾驶他的坦克和他的大部队走散了。由于通讯受阻，他们只得到一些模糊不清的命令。上级要求他们向着南方进发。一架德国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视线，众人急忙躲在坦克旁边试图隐蔽。中士要求大家不要开枪，让对方误以为是一帮弹尽粮绝的士兵。果然，那架飞机胆大包天的贴着地面冲了过来。这一次，中士果断开枪击中了飞机。德国飞行员从即将坠毁的飞机中跳伞，降落在了坦克附近。他们从飞行员的身上搜到一份警报，上面写道：隆美尔的军队已经彻底占领了北方，盟军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。更糟糕的是，就在刚刚的袭击中，一名士兵受了重伤，当务之急是找到水源。于是所有人冒着风沙前进寻找水井。终于他们成功的到达了废墟，水井就在这里。几个小时后，老黑终于接满了2壶水，他把水壶绑在一起，队友小心翼翼地拉起来。中士看了看水壶，确定每个人能够喝3口，虽然只能润润嗓子，但从他们满足的表情就能看出来，这一定是他们喝过最甜的水。此刻他们的敌人正在发愁，因为在这片沙漠中他们也没有水，个个口干舌燥，心烦意乱。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，可遗憾的是里面没有水。愤怒的德军少校派出向导和他的士兵去找水，警觉的盟军发现了德军战车时，立刻隐藏了起来。好在这支德军先遣队只有6个人，队友们埋伏在土墙后面，等待德军进入攻击范围。一名老兵突然看到沙漠中的井壁，立刻发出了警报，但为时已晚，德国人被打了个猝不及防，接连中弹身亡，就连阿拉伯向导也当场毙命。仅剩的2名德军躲在石头后面不敢动弹，被迫投降成了俘虏。德军的水壶都是空空如也。看到嘴唇干裂的德国佬，中士立马有了招，拿着水倒来倒去诱惑对方。把老兵带走后，小兵终于扛不住了。他们是一支500人的轻高机部队，准备包抄盟军后路，但现在缺水严重，已经无法再继续行军。500名口渴的德军正向这里赶来，而他们只有9个人。但此时井里的水已经彻底干涸，再也滴不出水了。老黑也从井里爬了上来，他们需要在德军赶来之前马上离开这里。但中士却有一个疯狂的想法，他决定留下来保护这口枯井。虽然水井已经干了，但德军并不知道，他要让德军觉得这口井里还有水，然后拖住他们，为正在阿拉曼集结的数千盟军争取时间。中士故意放走2个俘虏，然后马上开始部署战斗。他们将德军带来的地雷埋设在阵地前沿，所有人各就各位，准备迎接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。500名口渴难耐的德军士兵对着一口枯井发起了猛烈冲锋。中士提醒大家，等敌人踩中地雷再开枪。德军越来越近，战斗终于打响了。盟军的 M3 坦克也冲了出来，对着敌人就是一通炮轰，炸得对方人仰马翻，死伤惨重。在机枪的交叉火力覆盖下，德军纷纷中弹倒下。一阵激烈的交火后，德军扔下数不清的尸体，狼狈不堪地败退了回去。此时，德军少校举着白旗前来谈判。少校要求和这里的最高长官说话。中士说上级正在洗漱。远处尽情用水的一幕，让嗓子直冒烟的德军少校咽了咽唾沫。他立刻提出可以用食物换水，并让盟军士兵安全离开。但中士却要求用枪换水，一杆枪，一杯水。这激怒了德国少校，谈判宣告破裂。德军很快发动了第2次进攻，他们架起了迫击炮，对着废墟一通轰炸，接着再次发起了冲锋。M3 坦克再次发威，德军久攻不下，又扔下几十具尸体后再次退去。此时，废墟里的盟军士兵已经牺牲了一半，恐怕无法再抵挡德军的第3次冲击。德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们渴得要死，纷纷倒在地上叫苦连天。他们已经没有了战斗的士气。为了得到水源，少校只好举着白旗再次前来谈判。面对语气依旧傲慢的少校，这次盟军没忍住，直接抽刀干掉了德军少校。但在返回的时候，不幸被德军开枪打死。失去指挥官的德军群龙无首，他们不再冲锋，但依然不停地倾斜着迫击炮，坦克手也被炸死。此时的盟军只剩下2人，他们开始清点弹药，并做好了必死的准备。
很快，德军发起了第3次冲锋，剩余的德军倾巢而出，中士冲上坦克，准备进行最后的战斗。但奇怪的一幕发生了，数百名德军把枪举过头顶，他们真的拿枪来换水了。中士好气又好笑，让这帮投降的家伙尽情去喝吧，因为那里一滴水都不存在。但奇迹发生了，枯井里突然溢满了水，原来是迫击炮轰炸到水井。喝到水的德军还在狂欢，盟军趁机将他们的武器收走，双方都很开心。他们虽然只有2个人，但却俘虏了上百人。突然远处又有战车开过来，两人迅速警惕起来。当他们靠近后，才发现是自己。巡逻队发现他们2个人竟然俘虏了数百德军，惊讶不已，并带来好消息。由于他们9个人成功拖住了德军，盟军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阿拉曼完成集结，并开始了反攻。影片至此结束。